修仙者，那些传说中超越凡尘、掌控天地的神秘存在，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吗？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，那你会相信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清泉，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，今天继续为大家揭秘那本神秘的《修仙者笔记》。那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聊到了在上世纪80年代四川北部一位神秘的年轻人遗留下的笔记，里面记录了什么呢？他与天地对话的奇异经历，描述了天道的反扑，隐藏在人类社会的空中巨物，掌控宇宙心脉的秘法，以及他亲眼目睹到的未来。那这些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，甚至会让你开始怀疑现实的本质。但由于话题极具争议性，我需要声明，本视频旨在提供全新的视角，带大家探索未知的世界，而非给出特定答案。1981年7月22日，最近我心烦意乱，一连串的反噬导致我夜不能寐。今天一早，我去找老师，决心问个明白，这些神秘的符号到底有多少妙用？我用它们改变洪水的流向，那明明我做的是好事，为什么自然却如此强烈的反击我？老师先是告诉我说，修行者的能力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的，而是天道的恩赐，是与宇宙意志协同后的自然结果。那即使你参透了一些符号，掌握了对应的力量，也要记住，这种力量是命运的一部分，它不能是随意使用的，它带有深深的宿命感。然后他继续说，在光绪年间，有一位天赋异禀的修行者发动了一种名为天星牌的强大符咒，可以召唤一次公平的天罚，惩罚极大的罪恶。他认为朝廷的腐败和暴政已经到达了极点，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极大的苦难，天命已失，需要一个强烈的信号来唤醒人们，推动历史的巨轮前进。于是他出于悲悯之心，发动了天星牌，目标直指统治者的罪恶。他以为凭借符咒能纠正世间的不公，结果却引发了更大的灾难。首先是一场大旱席卷全国，河流干涸，土地龟裂，大旱持续了1年，直到蝗虫铺天盖地而来，寸草不留，百姓断了最后的口粮。那干旱之后迟来的大雨降临，但这并非是救赎，而是毁灭的前奏。洪水肆虐，村庄田地房屋尽数被淹，百姓们背井离乡，四处逃难，但却无论走到哪里，仿佛都逃不出这天灾的阴影。冬天暴雪降临，灾难到达了顶点，失去粮食和家园的百姓在冰天雪地中被活活的冻死、饿死。春暖之时，山洪再次爆发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就这样，他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里。这些灾难正是天星牌引发的反噬，他以为能改变命运，却低估了天道平衡。一场又一场的劫难让整个朝廷元气大伤，但也摧毁了百姓的生活。更为悲惨的是，这位修行者自己也遭受了天道的反噬。天星牌的力量虽然强大，但代价同样沉重。他的身体迅速衰弱，力量渐渐消退，法眼模糊，甚至无法再使用任何符号之力。最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，每晚他都会梦到因他行动而受难的人们，梦魇缠身，让他无法再得到一丝的安宁。老师继续说，你在洪水中使用符号的力量，犯了同样的错误。你以为是在做好事吗？但可能是无意间扰乱了自然的秩序。天道不是简单的善恶之分，而是宇宙的平衡。我们的职责是顺应天道，而非试图控制它。天道的反噬是对我们行为的警告，每个行动都有后果，无论你的动机有多么善良。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并尊重自然法则，而不是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。你所感受到的惩罚，正是因为你打破了这个平衡，你擅自扮演了天道的角色。别试图用人类的道德观和怜悯心去衡量天道，它并不遵循我们的标准，这是所有修行者最大的误区。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秩序，它无形无相，无所不在，但同时也是脆弱的，需要被尊重和维护。这场灾难持续了整整4年，经历了干旱、蝗灾、洪水和暴雪。他最初的愿望是追求一个公平，想借助自己一点力量，帮助人们加快进度，结束一个腐朽的王朝，让百姓解脱苦难。可结果却南辕北辙，代价与初衷背道而驰。他从未预料到这样的结局，但4年后，天道还是给了修行者一个公平的结果。我深受触动，我能感受到老师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悲伤。最后他说：“娃儿，你看这山是山，水是水，
日升月落，万物各得其所，不争不夺不强求，这便是我们修行人追求的天道。它并非某种可以言传的教义，它无处不在，也无所不在，它在万物中，亦在人心里。求之若得，失之若忘。根据他老师所说的，我查了一下那个时间段的历史资料，我必须声明，以下内容为历史资料，与上述故事无直接关联。那么自光绪33年，也就是1907年开始，确实多灾多难，和他老师所说的基本吻合。先是干旱，后有洪涝，接着雪灾，再到山洪爆发，诡异的自然灾害让百姓苦不堪言。而朝廷呢，却无所作为，百姓的苦难仿佛成了必然，只能自谋生路。那这场灾难也确实持续了4年，造成了超过1000万人的死亡。那大清朝也因此元气大伤，伤及了根本。那至于他说4年后天道还是给了修行者一个公平的结果，我猜测是清朝的覆灭。4年后，那就是1911年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辛亥革命开始了。这场起义最初只是局部的叛乱，但很快因为清政府的无能和积压已久的广泛民怨而蔓延全国，演变成推翻清朝的浩大运动。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，并为随后的政治变革铺平了道路。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熟悉了，我就不在这儿过多赘述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查阅。1981年7月27日，我们的修行传说流传已久，老实说，这些传说可能仅仅是古人对当时所谓高维存在的一种诠释，然而其本质却始终未变。那据说在宇宙黎明时期，天地未分，玄黄未绝，那是存在一种叫做始源的能量，是造物之源，孕育了最初的生命体元灵。那这些元灵天生具备超凡能力，能操控自然元素，与宇宙能量共鸣。元灵们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，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天地玄黄，一种稀有而神秘的物质，能帮助他们完成物质与灵性的最终融合，实现大道同归。为此，他们在人间设立了秘境，名为玄黄秘境，隐藏在未被发现的山海之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部分元灵选择化身为人类，传授修仙之术，帮助人类达到灵魂的升华和对宇宙力量的理解。这些化身的元灵被世人尊称为玄黄宗师，他们教导人类修炼玄黄秘术。这种修炼方法不仅涉及身体和灵魂的锻炼，还需要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和对宇宙能量的掌控。然而，随着元灵们在人类的帮助下都找到了天地玄黄，实现了大道同归，他们都消失了。后人这才发现自己似乎好像是被利用了。原来他们教导人类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借助我们的力量，从符号中找到通往天地玄黄的钥匙，又或者是其他目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，修行者的世界逐渐没落，无人再能参透天道，但他们带不走的是天道在世间留下的符号，这也是后人的希望。但有一个强烈的弊端，你要接受完全不属于人类的道德观和悲悯情爱之心。后世的智者利用玄黄宗师遗留的片面知识，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修炼方法和符号所代表的已知力量：风、火、水、土、木、金、雷、光、石，代表了自然界和宇宙的基本力量。风是这些元素最基础的，因为它代表了开始和变动。我首次顿悟也正源于此，也是我第一个掌握的力量。当然，后人又悟出了阴与阳，象征宇宙一切事物的对立与统一，还有空，将修行者与物理世界联系起来，增强修行的深度与自由性。作为精神世界的核心，代表内心和谐与觉悟的心。当然，也有人选择开宗立派，这一点我和老师都不敢苟同，因为修行是件极其个体化的事情。当一个人的思想被具象的神明所束缚时，他将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的天道。老师告诉我，这些符号代表了古老未被现代科学理解的能量形式。如果一定要在现有文化中找到类似的概念，可能指向气或灵气，即宇宙间流动的生命力。它反映出从无到有，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规则，正是通过这些基本元素的相互作用实现的。它们构造了一种复杂的宇宙语言，每一种元素都有特定的自然现象和天体运行规律相对应。这些符号作为宇宙根本法则的表达，不仅承载了创造和毁灭的力量，还象征了对立与统一和宇宙基本力量的平衡与转化。那比如在一些宗教中，雷电被视为天道的警示，象征着天意的直接介入，教导人们应该顺应自然法则，以达到与宇宙的和谐统一。这些符号不仅是修行者与自然力量对话的工具，更是连接人类与更高维存在的桥梁。它们帮助修行者洞察宇宙的深层规律，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超越。
1982年3月28日，西藏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，自古流传着天元之道的传说。我决定从山南地区的乃东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目标是寻找隐藏在这片高原深处的玄黄秘境，一个与世界能量脉络原络直接相连的地方。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寺，我与当地的藏族僧侣交谈，他们向我展示了一副珍贵的唐卡，上面记录了关于原络的详细路径。根据唐卡的描述，原络是一种由地壳频繁移动形成的自然能量线，他们称之为 Velan， 意思是风或气，对应的是身体外的能量流动。那这些能量线不仅影响地貌，更与天地间的能量有着微妙的联系。结合老师给我的地图和唐卡的描述，再加上我对地质研究的线索，我找到了这里可能存在一条具象的原络流动路径。这里的地质特征表明，这里曾经频繁发生地壳运动，其模式与古籍中对原络能量波动的描述不谋而合。那我知道有些地方称它为龙脉，甚至在其上方修建寺庙，祈求庇佑和福报。那殊不知原络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随着天地间的能量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。在某个时刻，当天地人三者的气场达到共鸣，那原络便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这种能量不仅可以被修行者感知和引导，甚至可以被操控。基于这一古老观念发展而来的原络共振理论认为，地球内部的能量场原络的流动与符号的使用息息相关。通过符号与原络的共振，修行者就是可以唤醒和操控这种隐藏在大地深处的力量，影响天象、地貌，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。然而，正如老师所说，滥用这种力量会导致天道的反噬，破坏自然秩序。但在我了解了修行与原络的深厚联系后，我就想真正理解元灵被赋予的使命，所以我必须找到传说中的玄黄秘境。这些秘境据说都隐藏在未被发现的山海之间，与原络的力量息息相关。如果我感应的没错，且与古卷描述一致，这里就存在一处玄黄秘境。老师曾说，元灵们探寻天地玄黄这种神秘物质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完成物质与灵性的融合，实现大道同归。所以，若能找到并理解这些秘境的秘密，可能会揭开修行与宇宙间更深层次的联系。这也是我决定踏上寻找玄黄秘境的原因。1982年3月31日，随着我深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西部山脉，周围的景象逐渐变化。低海拔地区的松树和桦树被茂密的灌木和盛开的杜鹃花所取代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。河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仿佛镶嵌着无数的宝石。但是随着海拔的攀升，气候变得寒冷干燥，地面的微妙变化与古卷中的描述异常吻合。在一个被老松环绕的山谷中，我发现地面的岩石排列呈现出奇异的模式，仿佛是自然的杰作，指引着地下隐藏的能量流动。那这里的岩石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和地。我在此设立了第一个实验地，结合传统符号测量工具，试图解读原络的精确流动路径。每当我将符号正确放置，我便能感受到从地底深处涌出的微弱震动，仿佛大地在回应，这正是原络能量流动的明确信号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他对这段描述的极其细节，天气、植物、地理和时间等方面是完全符合1982年的气候。1982年4月5日，历经数日的寻觅，我终于站在了这片神秘暮色的土地上。眼前群山连绵，云雾缭绕，仿佛天地间只剩下我与这无尽的苍穹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，连呼吸都带着微微的震颤。地下水脉异常活跃，地磁场的波动与传说中的原络完美契合，仿佛大地的心跳与我同步共振。这里的宁静超乎想象，时间似乎在此停滞，心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。然而，我深知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，连一片落叶都可能引发原络的反应，触发无法预知的自然现象。在这幽深的山谷中央，我精心布置了一套符号阵，按照古籍的秘法一丝不苟的设计，只在玄黄秘境深处的原络能量产生共鸣。当我盘坐在符号阵的中心，闭目冥想时，渐渐的一股暖流从大地深处涌上心头，仿佛地球的生命力在此刻与我直接相连。这种感觉前所未有，仿佛我的灵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震撼的我久久无法释怀。
那它笔记中有这个符号，我就给大家看看。但要揭开它符号阵的奥秘，我只能用现代语言理论进行解析，要不大家根本听不懂它笔记中所说的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又得声明，我的解释仅限于符号本身，与科学理论无关。我是真怕有些科学博主骂我，所以说我就科学至上，好不好？这个符号阵的核心原理基于元乐共振理论，简单来说就是宇宙中一切，无论是物质、能量还是意识，都以特定的频率振动。符号阵通过与这些振动共鸣，引导地球的能量流元落与宇宙能量场产生共鸣，将个人的力量与天地融合。这听起来就是在修仙，是吧？符号阵的每个符号经过精心设计，旨在调和并放大这些振动频率，利用地球内部的能量流元落，形成共振效应。就像你在听一场音乐会，然后突然所有的乐手把他的乐器都调到同一音调，你就会感到那种震撼力无法形容。符号阵将地球的元落与更宏观的宇宙能量场连接，形成自我强化的闭合循环。就像一条小溪汇入了大海，水流变得更为汹涌，但它却不会泛滥。这种结构能够调动巨大的自然力量，同时保持环境的平衡。那符号阵的3个组成部分，第一个就是主符，也就是元落共振的核心。那主符是符号阵的心脏，代表了宇宙的根本力量，天元之道。那通过宇宙基本的常数契合的几何形态，捕捉并引导宇宙能量，形成强大的能量汇聚点。主符的图案像是类似于黄金比例和宇宙常数，如派的几何原则。这些比例存在于螺旋银河、贝壳曲线等自然的形态中，反映了宇宙能量流动的内在规律。通过这些自然法则的共振，主符就如同能量谐振器，类似于量子谐振系统，能够捕捉并放大微小的能量波动。这种古老的几何形态象征着宇宙的和谐与平衡，并具有强大的心灵引导作用。流畅的曲线确保能量能以最小的阻力流动，形成完美的共振。圆形与螺旋形的结构象征着宇宙的无限扩展。第二个就是辅助符号环绕主符，象征4大基本元素：风、水、火、金，代表自然界基本的能量形式。每个符号都经过严密的计算，确保排列和方位与自然能量场共振，形成平衡的能量流动系统。风象征着气流和精神力量，通过空气粒子和特定符号的互动，修行者可以调节气候与风力，激发自然之力。风符号采用的材料是绿色砂岩，启动能量循环，引导木元素的生机，帮助修行者与自然生机之力紧密相连。那水是与地下的水脉的能量流同步，掌控潮汐和水循环。水符号用的材料是黑色玄武岩，调节能量流动，确保稳定与合理分配，象征深邃与神秘，支持修行者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和谐，助其实现内在的转化。火象征着地球内部的能量，通过与地热和岩浆的互动，修行者可以掌控火山的活动及热能流动。火符号用的材料是红色陶土，加速能量的流动与转化，帮助修行者释放内在的潜力，推动变革与活力的爆发。那金呢，就是象征着结构和秩序，掌控地球的金属元素和矿藏。金符号用的材料是白色大理石，提供坚固的结构支撑，保护修行者精神清明，帮助他们在面对干扰时保持冷静和坚定，确保阵法稳固与有效。中心符号以太代表超越4元素的能量形态，象征宇宙中尚未解开的能量秘密。它不仅是自然界的虚无，更是所有能量的最终源头，也是符号阵与宇宙共鸣的核心。以太符号呈现微妙的几何形态，仿佛所有元素都在其中心汇聚，象征着动与静、光与暗、创造与毁灭的永恒循环。符号的方位经过精准的计算，确保排列既适应元落的路径，又与星体运动共振。在春分和秋分时，地球的能量流动最为稳定，那此时符号的排列可能最大限度地捕捉并放大这些能量。那他日记中是1982年4月5日，要是我没算错的话，就是壬戌年3月12日，春分的最后一天。连接线是符号阵的重要部分，负责在符号之间完美的传导能量，确保能量顺畅流动，避免阻滞或耗散。它们使用的石英晶体制成，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和风化，具有极强的导能性能。石英的纯净性质增强了能量的流动和完整性。
连接线类似于现代科技中的波导结构，引导高频能量在符号间无缝传输。每条线的长度和弯曲度经过严格的计算，确保与符号产生最佳的共振效应。其几何形态如同无限分形的结构，类似于模拟自然界的河流和树木，使能量如水流般自然的在符号阵中循环。那么符号阵的激活需要严格的条件，修行者必须在特定的天象之下冥想，如日出或满月之夜。此时地球的能量场最为活跃，激活过程涉及到类似于声波共振和意念集中。声音共振是通过特定频率的咒语、声音振动与符号阵的几何结构共鸣，类似于声波干涉。声音频率越接近地球的自然振动频率，能量激活就越有效。那么意念引导呢，就是修行者的意识在共振中被放大，与符号阵中的能量互动，通过类似于量子纠缠的概念，意识与地球的原络产生非物质的能量基础，调动深层次的自然力量。那么一旦符号阵被成功激活，整个区域的能量将被重新调整，修行者能够短暂的调控大气的能量流动，影响天气、地震甚至地质活动。符号阵不仅是能量的聚合点，还是能量的放大，能将微小的自然能量放大到足以改变周围环境的程度。然后我们再回到笔记，然后他就说了，随着符号阵的激活，地面微微震动，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能量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苏醒。山谷深处的裂缝缓缓打开，我穿过这条拥挤且神秘的裂缝。你看他说了拥挤且神秘的裂缝，就代表他用这种东西打开的程度也不会很大。来到一个光芒四射的巨大洞穴，洞穴中的岩石闪烁着奇异的光泽，空气中弥漫着类似古籍中记载的玄黄之气。我意识到这里正是传说中的玄黄秘境，天地精华汇聚之地，也是原络的心脏。那么在玄黄秘境中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力量，产生一种极大的愉悦感，仿佛可以直接与宇宙对话。这个神秘之地不仅蕴藏了强大的能量，还隐藏着修行者与天道交流的古老秘密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一处秘境并没有解开我的疑问。我不确定是顺序问题，还是我的方式不对，或者他不愿意告诉我。我不想强求，毕竟修行者想要真正理解天地的奥秘，是顺应而非控制，理解而非征服。所以我先打算回去和老师商议，再做打算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我们讨论的虽然是修仙，但其深层含义远超灵力法则，蕴含了自然规律、人类行为、命运与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责任和认知的局限。我都不敢想象站在那符号阵中能感受到天地的脉动与宇宙共鸣，掌握自然力量，这样的体验有多爽。那这也许是我们从不放弃对未知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与渴望吧。那世界的真相可能就是万物皆在变化又彼此关联，我们通过科学探索宇宙的物理规律，通过哲学寻找生命的意义，但我们想完全理解可能永远超出我们的能力。但重要的是，终极答案一直存在于你的内心。如果你只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观点，你将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，包括我的啊。如果这引起了你的兴趣，或者你有什么见解，咱们评论区交流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，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内容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谢谢大家。